朕真的没办法长生吗？邯郸为治，杀嫪毐，罢吕不韦，扫平六国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到头来，朕连一个活着的明日都拿不下。始皇帝陛下，莫学后辈陈瑶，来自华夏历4736年第3御史大学急救外科，奉祖龙计划之令，跨越2247年时空，前来为陛下续命。华夏历4736年，军医大学，每个字朕都听见了，连在一起，朕听不懂。你说，你来自2000年后？是。你说，你要为朕续命？是。朕为何要信你？太快了，时空反噬比预估的快。陛下，求陛下让我先为您施药，我的时间可能没有预想中那么多了。灭韩，朕用了1个月；灭楚，用了1年；统一度量衡，用了3年。今夜这个决定，朕只有一息。陛下龙体，怕是撑不过今夜了。那封给扶苏的诏书，先不要发。你先回答朕一个问题：大秦后来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我说了，您一定要让我先为您施药。说，这是始皇帝，刚烈如铁，疑心重如山，不先回答就没有然后了。史书上记载，陛下驾崩之后，赵高扣下遗诏，伪造圣旨，赐死公子扶苏。扶苏接到假诏，在上郡自刎，蒙恬被囚，后被赐死。赵高立胡亥为2世皇帝，胡亥昏庸，赵高独揽朝政，指鹿为马，杀尽忠臣，天下大乱。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，6国贵族复辟，楚将项羽率军入关，咸阳被破，咸阳宫被焚，大火烧了3个月。秦3世子婴在知道旁向刘邦献降，大秦2世而亡。陛下，您不能再激动了，丹砂的毒已经侵进心脉，再这样下去，撑不过2个时辰。你说，你能为朕续命？能。这是回原注射剂，2000年后的华夏倾全国之力专门为陛下造的，可以为陛下续命，至少5年。朕的第2个问题，你为何要给朕续命？朕与你素不相识，你跨越2000年冒死而来，图什么？陛下，在我的时代，每一个华夏子孙从小就知道一个名字：始皇嬴政，横扫6合，一统天下。书同文，车同轨，废分封，立郡县。2000年来，没有第2个人做到过陛下做的事，一个都没有。您是华夏的祖龙，您是我们所有人的秦始皇。秦始皇，朕给自己定的号是始皇帝，后世的人在前面加了一个秦字，大秦的秦。我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我是祖龙计划派出的第1人，之后还会有个人来，每一个人都和我一个目标，只为陛下能活下去。2000年后，有人记得朕，不止记得，还派人来了。施药。陛下可能会有些疼，药效会在3日内完全发挥，3日后，陛下的身体应当能恢复到5年前的状态。你怎么回事？时空反噬，活人逆流回2000年前，时空法则不允许。原本预估我能停留7日，但看起来可能会短一些。你知道这个结果还来？陛下，我是军医，上了战场的军医没有退路。厚的这本叫《上下5000年》，记着大秦之后2000年的历史；薄的这本是祖龙计划。陛下，赵高一定要杀，但别急着杀，他是一把刀，先用来替陛下找出所有暗中的住处，细处都写在书里了。还有李斯。3个月，朕住了37年的咸阳宫，3个月就烧没了。
焚书坑儒，残暴不忍，暴秦，千年骂名不绝。陛下龙体怕是撑不过今夜了。公子胡夜温厚仁善，素来敬重丞相，不若……这种踏实的感觉，自第5次东巡起，已经离开太久了。华夏历4736年，地球遭遇高维文明入侵，常规武器全部失效。华夏文明气运之源在于大秦，在于始皇帝嬴政。若始皇帝能突破沙丘之劫，延寿数十年，华夏气运根基将彻底改变，足以抵御入侵。故倾举国之力，启动祖龙计划。高维文明、气运这些词，朕闻所未闻，但朕听懂了。2000年后的华夏遭了一场他们挡不住的大难，而他们的希望是朕。001号陈瑶，男，24岁，第311大学急救外科主治军师，预计存活时间5至7日。002号、003号，这之后的数百人，预计存活时间竟没有一个超过20日。陛下若读到此处，请务必注意，赵高一定要死，但不急于一时。陛下还活着，赵高100个胆子也不敢反，这一点陛下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但历史上赵高建赵能成，靠的不是他一个人，多少人受过他的恩惠，多少人与他暗中往来，多少人在等陛下驾崩那天站出来分一杯羹。现在杀赵高，只是拔掉明面上的一根毒刺，他身后那些藏在暗处的蛀虫会力缩回去，再也找不到。所以让赵高活着，让他以为陛下仍在病重，让他继续联络、串通、拉拢，等陛下回到咸阳，不动声色把这张网摸清楚，然后1日之内全部铲除，连根拔起。这个年轻人不仅懂医术，还懂帝王之道。李斯可用，他在原本的历史里参与讲赵，是被赵高蛊惑，为保自身权位，本无意要反。李斯之才足以治天下，杀之可惜，用之无穷，蒙甲绝对可以信任。祖龙计划之事，万不可告知任何不能信任的人。还有，陛下此刻最大的优势，不是身体恢复，而是所有人都认为陛下命不久矣，这层误判最致命。手册说的没错，所有人都以为朕命不久矣的时候，才最致命。嘴唇上的青紫好像淡了些，殿里太暗，看不真切。陛下还在昏睡。坐。深夜，丞相和中车符文一同来朕的寝殿，何事？臣担忧陛下龙体，特来拜见。朕的药今日可曾备下？回陛下，容臣即刻去太医令处取来。去。陛下，陛下若没有别的吩咐，臣便先行退下。今夜的事无事发生。大人，陛下寝殿的灯还亮着。几更了？3更。我进去时他在昏睡，被叫醒又睡了过去。一个将死的人，3更不灭灯。继续盯着，有任何动静立刻来报。汉高祖刘邦大泽乡那个敢起事的亭长，汉武帝刘彻北击匈奴，
朕的长城还没修完，丝绸之路、丝绸路，朕都认得，连在一起是一条贯通西域诸国的商路，把后世的华夏和更远的地方连在了一起。割地赔款，山河破碎。后世的子孙是用血肉把华夏一寸一寸护下来的。你们后世把这些都记下来了，那就是说，朕要做的事比朕以为的要多得多。数万吨重的铁壳子浮在海上不沉，吨是什么计量，朕不知道，但看这图绝不是个小数目。卫星绕着地球飞，从天上看清地面所有走向。朕的驰道直道从咸阳到北地，一封急告要抛死这匹马。2000后的华夏，从天上看得见一切。后世华夏总人口14亿，14万万。朕治下的大秦，算上6国移民，满打满算不过2000万。华夏文明上下5000年，经历过无数次灭顶之灾，被烧过，被砸过，被踩在脚底下碾过，但从来没有断过。每一次站起来，都比上一次站得更高。2000年后的子孙都能站起来，朕凭什么躺着？用谁？杀谁？何时动手？如何布局？这些空白，朕来填。殿内灯火整夜未熄，但没有任何人出入。太医那边怎么说？夏无且昨夜没再去请脉，说是陛下不许任何人入殿。去查一件事，昨夜3更之前，有没有任何人靠近过正殿方圆50步之内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，里面的人到底在做什么？谁？丞相后见，请进来。昨夜陛下醒了多久？丞相问这个做什么？陛下让我去取药，我去了夏无策那里，他告诉我已经3天没有给陛下配过药了。陛下说取药，但太医3天没配药，这中间的空当你我都没有填上。丞相的意思是，有些事我不想知道，但陛下想让我知道，我一定会知道。成了，我没有枉费后世14亿人的信任。还能活几日？3日，也许4日。你们那个时代，还有人记得朕？陛下，在我那个时代，没有一个华夏人不知道您的名字。我6岁第一次上学，翻开课本，历史篇的第1页就是陛下。书上写，秦王嬴政统一6国，建立华夏历史上第1个大一统王朝。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。如果没有这个人，就没有后来的华夏。课本就是后世所有孩子从小必须读的书，天下统一编写，天下统一教授。14亿人，每一个人从识字开始就知道陛下的名字。14亿。昨夜在书上看到这个数字，今日从一个活人嘴里听到，分量不一样了。不只是课本，陛下的陵寝，后世叫秦始皇陵，就在骊山脚下。2000年来，从未被人打开过。为什么不开？因为后世的技术还不足以保护里面的东西。他们宁可让它一直封着，也不愿意冒任何风险，损坏陛下留下的一砖一瓦。还有清明，清明是后世祭奠故去之人的节日。每年清明，始皇陵前都有人献花，不是官府组织的，是百姓自发去的。有老人
有孩子，有穿军装的军人，也有普通的农夫商贩。他们站在陛下灵前，鞠躬、献花，2000年来从未断过。你说的这些，朕信了。朕还有一个问题，昨夜那本书后面有一段近代屈辱，那几页朕看了一夜。陛下，请问那场大难后来怎么样了？书上写了结果，写得太简略，朕想听你说。打赢了，对手强成那样，怎么打赢的？拿命填。对手比我们强太多，我们最开始连兵器都配不起。一个阵地守不住，就换一批人上去，再守不住，再换一批。城丢了，就退进山里接着打；平原守不住，就退到高原上去，退了半个国家的纵深，然后开始反攻。一座城一座城收回来，一寸土一寸土往回打。无数先辈的命换来的胜利。你今日不要出这间店，帷幔里面待着，任何人来都不许出声。是。昨晚赵高的手刚要碰到陛下，陛下就睁了眼，睁眼的速度太快了。那不是昏睡之人被吵醒的反应，那是一个清醒的人在等猎物靠近。他在等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装睡？这封信只能写给蒙毅，蒙恬的弟弟，陛下最信任的人。巡游前奉命回关中祈祷山戳，此刻不在銮驾边，陛下龙体恐有变数。始皇帝亲手给我递吃的，要是让后世那帮研究秦史的教授看到，能连夜写3篇论文。别发愣，吃。昨夜你说的那些，朕都记住了。朕还有一件事问你，陛下请讲。你说后世有人给朕献花，有人记得朕的名字，那些骂朕的人呢？有，骂陛下的人从秦王之后就没断过。汉朝的儒生骂得最凶，说陛下焚书坑儒，残暴不仁，把天下读书人都得罪完了。后来的朝代跟着骂，骂了1000多年。焚书坑儒，焚的是6国史书和百家私学，坑的是那批在咸阳招摇撞骗的方士和妖言惑众的儒生。但后世显然不是这么记的。1000多年。但我想告诉陛下一件事：骂陛下的人从来没有忘记过陛下，不管他们怎么骂，骂暴君也好，骂残暴也好，他们写的每一篇文章，编的每一本史书，核心都是同一个名字。您嬴政，2000年来，没有哪个帝王能做到这一点。有人爱陛下，有人恨陛下，但没有人能绕过陛下。后世那些帝王呢？有比朕做得更好的？有几个做得很好的。汉武帝北击匈奴，把陛下没打完的仗打完了，一直追到漠北深处。唐太宗李世民，后世公认的千古明君，万国来朝，肆夷宾服。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布衣，扫平群雄，再造华夏。朕年少执政，横扫6国，筑长城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把匈奴打得不敢轻易犯我大秦边境。朕比之他们如何？陛下，他们与陛下不能相提并论，因为他们做的所有事根基全是陛下打下来的。后世的华夏疆域比大秦大得多，还是被人欺负了那么多年。地盘大不代表国力强。你是军医？是。那你是只懂治伤救人，不懂打仗？是。手册上写002会在半个月之后抵达，他从哪儿来？跟你一样掉在朕面前吗？时空通道不稳定，只能保证落在陛下5里之内。
我这次能直接传到陛下跟前，是付出了些代价的，否则也不会只能活4、5日。手册上那些人的预估存活时间都准吗？偏差不会超过1日。又是一个来送命的。陛下，我知道陛下在想什么。陛下觉得用后世子孙的命给自己续命，这事儿太重了。但陛下，您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愿意来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来给陛下一个人续命的，我们是来给华夏续命的。陛下活着，大秦就能活着；大秦活着，2000年后的华夏就能扛过那场劫难。我的命加上名次上每一个人的命，换不来一个华夏。陛下的命可以。陛下，太医令下无妾后见，说是按丞相之命来为陛下请脉。让他进来。陛下，臣为陛下配了3副药，请陛下过目。谁让你来的？回陛下，是丞相说陛下昨夜醒过，命臣来请脉。把脉吧。跳动有力，和3天前时断时续的死脉完全不一样。陛下的身体在恢复。怎么了？陛下的脉象稳了许多。把药放下，退出去。出去之后，丞相问什么就说朕的脉象仍然虚弱。和臣遵旨。听清楚了，和3日前无异。臣听清楚了。退下。门关得死死的，可我总觉得陛下还在盯着我。赵高10余年经营的关系网拆成了7个节点，每个人的官职和赵高的利益关联全标在上面。第一个，严乐，咸阳令，赵高的女婿。手册上写，此人在原本历史中受赵高指使，率1000余人攻入望离宫，逼杀秦2世。一个芝麻大的官，带人杀进了朕儿子的寝宫。严乐必杀。第二个，韩谈，宫中宦官，管沙丘行宫后勤。这次巡游，膳食车马都是他经手，安排的妥妥帖帖。朕还在心里夸过这人仔细。手册上写，他是赵高安插在后勤里的核心棋子，谁的行帐在哪儿，每日膳食由谁送，狼卫何时换班，全在他手里。3天前，太医全被拦在殿外，下午且退出去就再没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陛下不许任何人入殿，传这道命令的人就是韩谈，留着比杀了有用。第5个名字是蒙恬军中管粮草转运的都尉，品征不高，位置极要害，粮草一断，30万大军就是30万恶票。第6、第7个名字是三川郡和鲁西郡2个据守的亲信。朕当了11年皇帝，自认对朝堂上下的掌控无人能及，赵高就在朕眼皮底下织了这么一张网。宫中、军中、地方、后勤、文书、军粮、刑狱，简诏的前提从来不是伪造一道圣旨，是让真的遗诏传不出去，让该知道消息的人知道不了，让不该发生的人先开口定调。赵高做的就是这件事。休息好了。陈瑶，你在手册里提过，是把郡县制生成了一套更细的体系，叫什么？省、市、县3级行政体系，每一级有各自的主官，逐级向上汇报，最后汇总到中央。省管市，市管县。朕的郡县制是2级，郡守管县令，郡守直接对朕负责。分2级的弊端，朕在位时压得住。朕一旦不在了，郡守权力太大，一个郡守就能割据一方。我准备了一大段话，解释3级为什么比2级稳。他2句话自己推出来了。陛下说的没错，后世改成3级，核心就是分权，每一级的权力都不足以独自对抗中央，层层制衡，皇帝就不容易被架空。他消化新东西的速度快得不像一个2000年前的古人。陛下的脉象仍然虚弱，与3日前无异。无异。无异。夏太医，
你进殿的时候，殿内可有异味？没有。3天了，一个将死之人，殿内没有药味，没有腐气，没有任何一个垂死病人该有的气息。夏无且摇头时没有犹豫，说的是真话。那就只剩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陛下已经衰竭到连药都服不下了；第二种，陛下根本就不需要药了。刘邦，泗水亭长，沛县人。年轻时游手好闲，好酒好色，整天在乡里瞎晃，名声挺烂。若在10天前，这种人朕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偏偏是这个人灭了秦，带100多人进项羽几10万人的军营，见面先赔罪，姿态放得够低，把项羽架在那儿没法动手，项庄舞剑，樊哙闯帐，他借口解释从小道跑了，留张良收拾烂摊子。刘邦此人能屈能伸，知进退，懂人心，非庸才。项羽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却无帝王之气，鸿门不杀，优柔寡断。只要朕还活着，随便谁来都翻不了天。朕想不通的是另一件事，大秦王后天下大乱，最后坐上皇位的，凭什么是那个亭长？打仗靠韩信，治国有萧何，谋划全是张良。他自己不会打仗，不会治国，偏偏这3个人死心塌地跟着他。陛下还在看书？刘邦此人真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我在后世学过一个词，叫领导力。刘邦自己什么都不是最顶尖的，打仗不如韩信，治国不如萧何，谋略不如张良，但他有一样东西，这3个人都没有。什么？他知道这3个人各自擅长什么，还能让他们心甘情愿为他所用。后世管这叫用人之术，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他能让人相信，跟着他有前途。朕灭6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。王翦要60万兵，朕给他；李陵说20万够了，朕让他先去试，败了再让王翦上。李斯要废分封立郡县，满朝反对，朕力排众议让他做。但朕没有做好一件事，朕没有让他们相信大秦不只是朕一个人的天下。此人在沛县尚未起事，找到此人不必急杀。解决一个亭长不难，只要大秦的病根还在，后面还会冒出更多个刘邦。大秦自身在溃烂，这才是要命的地方。查清了，昨夜3更之前，无任何可疑人员靠近正殿50步之内，狼卫换班记录完整，没有缺漏。没有外人，那他整夜不灭灯做什么？一个将死之人，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，怎么会整夜不眠？回光返照，临死前最后一次燃烧，烧完就灭。若真是回光返照，他最多还能撑2、3天，但我不赌。去请公子胡亥过来。老师，这么晚了找我做什么？公子，陛下龙体抱恙已有数日，公子身为人子，理应入殿侍疾。父皇不是说不让人进殿吗？那是之前陛下病重，不愿被打扰。但公子与旁人不同，公子是陛下的血脉至亲，入殿侍疾是孝道，谁也说不出二话。明日一早，公子去正殿请安，不必多说什么，在殿内待上半个时辰，看看陛下的气色如何，回来告诉臣即可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好。还能动，但撑不了多久了。陛下，醒了。陛下，我的时间可能只剩2天了，比预估的短。那就别浪费时间，把该说的都说了。是。说一说扶苏吧。扶苏，陛下的长子，在上郡监军，与蒙恬共掌北疆30万大军。此人性格仁厚，这是优点，也是致命的弱点。原本历史中，赵高见诏赐死扶苏，扶苏接到诏书，没有质疑，没有核实，直接拔剑自刎。
蒙恬当时不在他身边。就在身边。蒙恬劝他向咸阳求证，他不听。他说父慈子死，子不得不死。我斗胆多说一句，扶苏的仁厚不是天生的，是被身边的儒生教出来的。君臣父子礼义忠孝惯了太多年，把他的骨头惯软了。他不是不聪明，是被道德绑住了手脚。遇事先想的不是对不对，而是合不合礼法。这种人做守城之君凑合，做开创之主不行。上次朝会，他当众替那批方士求情，说父皇不宜行此苛政，朕大发雷霆，把他发放上郡。现在回头看，在他耳边怂恿的那些人，名字和脸，朕得一个一个记住。蒙恬呢？北疆30万大军的统帅，陛下最信任的将领之一，忠直，对陛下的忠诚没有问题。但他有一个弱点，不善权谋。蒙恬是纯粹的军人，给他30万兵，他能把匈奴打到漠北去。但让他在朝堂上和赵高这种人过招，他接不住。原本历史中他被赵高设计囚禁，到死都没能翻盘。我在赌陛下还能撑住，赌我用不着去走赵高那条路。那扇门后面的人是在等死，还是在布局？这20年我看不透的事不超过3件，这是第4件。手册上写002号带了30斤名叫土豆的作物。土豆是什么？朕从未听过。陛下，土豆的亩产是4米的10倍。10倍。修长城要粮，养军队要粮，迁民实边要粮。天下初定11年，6国百姓不认秦法，最大的原因是赋税太重，而赋税重的根源就是粮食不够。细说。出发之前，所有穿越者都受过半年集训，除了自己的专业，还要备下其他人携带技术的核心要点。土豆我没法给陛下变一个出来，但种植的原理我能说个大概。土豆是块茎作物，长在土里，收的是地下的金块。种的时候不用整颗，把一颗土豆切成几块，每块带一个芽眼，埋进土里就能发芽，长出一株新的。一颗能切几块？小的2、3块，大的5、6块，每一块都能独立成活，而且每一株成熟之后，地底下能结出10几颗，甚至20几颗新的土豆。对土地有什么要求？这是土豆最大的优势。粟米要肥田，要灌溉，要精耕细作。土豆不一样，沙地能种，坡地能种，贫瘠的荒地也能种，只要不是盐碱地，温度不太极端，扔进去就能活。生长周期呢？3到4个月，比粟米短1个多月。也就是说，1年能种2季。看地方，关中的气候难一些，南方可以。亩产到底多少？给朕一个准数。后世的良田，精耕细作，一亩能收3000斤到5000斤。大秦没有你们后世的条件。打个对板呢？打对半也有1500到2500，再往下打，就算只有1000斤，也是粟米的5到8倍。如果这是真的，大秦就不需要那么重的赋税了。粮食够了，赋税就能降，徭役能缩短，军粮能就地解决，百姓吃得饱，就不会走投无路。不走投无路，就不会有陈胜吴广。没有陈胜吴广，6国贵族就掀不起浪。一颗土豆，从产量到赋税，从赋税到民心，从民心到王朝存亡，他用了不到半炷香，把这条链推完了。这就是祖龙计划选中他的原因。002号到了之后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选地示众，先小范围验证产量，再逐步推广。选地的事，朕来安排。去睡吧。1个时辰后，18公子入殿侍病的事安排好了。安排妥当了。辰时2刻，公子会去正殿请安。把随行的人换一下，不要用宫中常用的内侍，换2个机灵的、眼睛尖的。是。陛下，什么时辰了？卯时刚过。这一段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计划里的科学家写的技术说明，我用最简单的话给陛下解释。穿越者的肉体进入这个时空，会立刻遭到时空法则的排斥，因为我们本不属于这里。排斥的表现就是肉体从4肢波端开始透明，然后消失。整个过程不可逆，也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延缓。崩解的速度因人而异，也因携带的重量而异，但最终结果都一样，整个人彻底消散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但崩解释放的生命能量不会散于虚空，这些能量会被时空裂缝的锚点吸收。锚点就是穿越者的目标对象，也就是陛下
我们从2000年后带来的生命力和气运，在死亡那一刻会自动注入陛下体内，增陛下的寿元，强陛下的体质。之前我打的回元术剂只是强行吊命，最多续5年，不是长久之策。这就是以命续命的底层原理。陛下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请陛下记住，这是我们自己选的，没有人逼我们。每一个签下穿越协议的人都清楚自己回不来。祖龙计划的招募通告发出去那天，报名的人击垮了3次服务器，最后入选了不到300个。哪怕知道有去无回，没有一个人退出。我出发前最后一个晚上，宿舍里没有人睡觉，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。有人说想再吃一碗老家的面，有人说要是能带一部手机回去就好了，可以拍张陛下的照片发朋友圈。手机、朋友圈，朕听不懂，但朕听懂了，他们是笑着报的名。我不怕死，陛下，我怕的是白死。只要陛下能活下去，只要大秦能变强，我们死的就有意义。你的人朕接了，你的命朕也收了。谁的命换了朕多久的寿元，朕会一笔一笔记在竹简上。等大秦真的站稳了那一天，朕一定让后世的人知道，有一群人从2000年后回来，用命撑起了这个天下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朕问你，你在后世家中还有什么人？有父母，在安徽老家。我爹种了一辈子地，腰不好，弯久了站不直。我妈在镇上的小超市做收银员，每天站8个小时，脚踝肿得老高。还有个妹妹，小我8岁，今年刚考上大学，学护理，跟我一样想当医生。我跟她说当军医苦，她不听。哥，你能吃的苦，我也能吃。大学？你之前提过这个词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后世的学堂比这个时代的太岳大得多。后世的孩子6岁上学，先读小学6年，学认字和算术，然后初中3年，再高中3年，开始分科，最后是大学4年。每个人挑自己喜欢的专业去读。这些学堂谁能去？所有人。前9年叫义务教育，朝廷强制推行。农户的孩子、商贩的孩子，不分男女，全部必须入学。还有，不花钱，全民识字，14亿人，人人识字读书。是。朕的大秦2000万人，识字的不到60万，大半还是官吏和贵族子弟。一道诏书从咸阳发出去，到郡、到县、到乡、到里，层层靠刀笔吏转译，庭长传达，走到百姓耳朵里，意思已经拐了3、4个弯。郡守想歪曲就歪曲，县令想多收就多收，百姓听不懂看不懂，只能任人拿捏。如果人人识字，政令就不需要中间人了，百姓自己看得懂诏书，自己算得清赋税，谁也骗不了他们。课本上说秦王于严刑业法，百姓不堪重负，可他从来不是不懂百姓之苦。你走之前跟家里人说了吗？没有，说了他们会拦着我。我娘哭起来能把整条街都惊动。我爹嘴上不说什么，但他会把家门堵上，扛着锄头站在门口不让我走。我妹妹从小黏我，我读军校那年，她抱着我的腿哭了1个小时才松手。手册上的数百人，每个人身后都有爹娘，都有兄弟姐妹。他们以为你去哪儿了，计划组会告诉他们，我执行保密任务去了，通讯中断，归期未定，不会让他们知道真相。手册上的数百人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死。他们是后世递到朕手里的火种，朕给他们记名。陛下，公子胡亥后见，说是来为陛下侍疾。胡亥，朕最小的儿子，赵高手里的那把刀，让他进来。拜见父皇，父皇龙体暴患，儿臣寝食难安，日夜忧惧。今日斗胆入殿服侍，望父皇恕儿臣不请自来之罪。起来吧。朕的儿子里没有一个有这个习惯，但赵高有。赵高每日修甲3次，这个习惯，朕20年前就知道。父皇可有哪里不是？儿臣去换太医来。连说话的语气都和赵高相似。朕从前宠他，许是因为他最小，知道大廷是在他手里丢的之后，朕没有愤怒，朕只是失望。
朕无碍，陪朕坐一会儿就好。这不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眼睛。胡亥，儿臣在。你最近在读什么书？回父皇，儿臣近日随诏中车令研习律令，已将廷尉所编的秦律条文通读了2遍。读了2遍，可有心得？儿臣觉得秦律严明公正，令行禁止，天下人各守其分，方有今日太平。若是扶苏坐在这里，他会说：秦律虽严，但民生为艰，百姓的赋税徭役已近极限，可否酌情减免？这话会惹朕不高兴，甚至挨训。但那是他自己的想法，是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东西。胡亥的回答里没有自己的东西，每一个字都在讨好。退下吧。你确定？灯光虽暗，但我看得真切。还有，父皇说话声音虽弱，吐字却清楚，跟前几天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太一样。汤要原样端出来倒掉，膳食1日少过1日，太医3天不得入殿，人却在好转。公子先回去歇着，明日不必再去了，让陛下安心休养。一个将死之人，没药没食，身体在好转。很疼，还可以，陛下能忍受。这附录里的东西，朕从未见过，你给朕解释一下。火药，对，火药。火药的原料只有3种，第一种叫硝石，陛下的方士炼丹时用过，就是那种白色结晶。硝石，方士拿它当炼丹辅料，宫中药库存着不少。第二种是硫磺，也是方士常用的，黄色粉末，烧起来有抽齿。第3种最简单，木炭。把这3样按比例混合在一起，就是火药。遇明火剧烈燃烧，装进密封的容器里点着，泄不出气就会炸裂。比例是多少？我只记得大概，硝石7成到7成半，硫磺1成到1成半，木炭1成半到2成。陛下，我的专业是军医，不是军工，精确配方在后续穿越者手里，他们当中有专门的火器工程师，但方向不会错，硝多、疏少、炭居中，这个框架是对的。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，炼钢。大秦现在能炼铁，但炼出来的铁杂质太多，脆，容易断。钢和铁的区别在碳的含量，碳就是木炭烧剩的那层黑灰，铁里碳多了脆，少了软，只有在一个合适的范围里才是钢。要炼好钢，关键是温度。铁矿石要完全化成铁水，需要1500度以上的高温。度？什么是度？衡量冷热的尺子。水烧开了是100度，铁化成水是1500度。大秦现在的土炉能到多少？最多1000度上下，差得很远。怎么提上去？鼓风，往炉子里吹风，风越猛，火越旺，温度越高。后世用一种叫风桑的东西，一个密封的木箱，里面有活塞，推拉之间把空气压进炉膛，温度能提300-400度。再用秋炭代替木炭做燃料，还能再生。焦炭是什么？把煤焖烧之后剩下的东西，比木炭密度大，烧起来温度更高，也更持久。这2样，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。更精确的配方和工艺，后面的人会带来。我能做的是让陛下先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，知道方向在哪儿。等他们来了，陛下就能直接提问，不用从头听起。你说你只剩2天？我说的是最多2天。陛下，丞相李斯后见。进来。陛下，臣来议归程之事。说，若走直道，经邯郸过景新入关中，最快25日，但北线要过太行山道，路窄难行。臣建议改走南线，南线同样先经邯郸，之后转而南下，经大梁至函谷关入关。南线多几日？多7日，但道路平坦，陛下龙体可少受颠簸之苦。走南线，沿途郡县的治安，臣已着人去查。三川郡和颍郡近来有流民聚集的迹象，臣拟调郡兵加强沿途戒备。准。
归途所需粮草车马已备齐，韩唐正在清点。韩谭，暗网里的第2个名字，让韩谭把清单呈上来，朕亲自看。陛下要亲自看后勤清单，这在之前从未有过。臣回去催办。李斯，朕记得你当年写过一篇《谏逐客侠》，30年前的事了。那年我是被逐的客卿，连夜写了那篇上书递进咸阳宫。陛下看了一夜，第2天收回成命，留下了所有客卿，留下了我。朕那时候留下了你，是朕这辈子做的最对的几件事之一。臣谢陛下。陛下这一招，比手册上写的任何计策都管用。李斯是一把好刀，好刀不能只用威胁驱使，还得让他知道，握刀的人从来没忘记过他最锋利的那一天。陛下，我想跟陛下说说我的事情。说。我在军医大学念书的时候，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操，冬天的操场结着冰，呼出来的气立刻变成白雾。跑到第3圈，汗水浸透了内衣，贴在后背上，冰的人想骂娘。可跑回宿舍洗个热水澡，浑身通透。早饭吃2个馒头1碗稀饭，觉得天底下没有比那更香的东西。我第一次上解剖课，用的是真人标本，就是死人的身体泡在药水里保存好的，专门给学医的人练刀。我拿刀的手在抖，第1刀划下去，差点划到自己的手指。后来手稳了，刀法利落了。毕业考核全科第3。可我第一次在急救室值班那晚，进来一个被车撞的伤员，半个身子的骨头都碎了，送进来时还有呼吸。我和3个同事在手术台上忙了4个时辰，没救回来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他的心跳一点点停下来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回宿舍，坐在床沿上哭了半个时辰。我想，当军医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明明拼尽了全力，还是会有人死在自己手上。后来我想通了，救一个是一个，救不了的就记住，下次不让同样的事再发生。陛下，我2天前做了2247年来最好的一次急救。连夜出发，到咸阳之后直接去中车部后院找周商，把这封信亲手交到他手上，不敬任何人。是。他看完信就知道该做什么，你不需要多嘴，办完这件事不要回沙丘，在咸阳等着，等我的下一道指令。路上遇到任何人盘问，就说你是给丞相送公文的。你从今夜起盯死李四行帐出入的每一个人，他的信使用的是谁，走的是哪条路，带的是什么东西，我要知道。是。你留下，说说今天的情况。丞相午后去正殿待了1刻钟，出来之后神色有些异常，走路的速度比进去时快了很多。回帐之后没有再见任何人。他进殿之前和出殿之后脸色有什么不同？进去之前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出来之后嘴唇抿得很紧。李斯在殿内听到了什么？退下，继续盯着。陛下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请陛下不要觉得亏欠我们不是来还债的，是来报恩的。2000年前，您给了华夏一个统一的根基，没有这个根基，就没有后来的汉唐盛世，没有丝绸之路，没有后世那14亿人。我们今日来还这份恩，天经地义。陛下，我的腿没了。
今天出来做。楚维曼，你们那个计划叫祖龙计划，为什么叫祖龙？因为一个传说，始皇36年，有陨石坠于东郡。36年，去年的事，陨石坠东晋，朕知道；石上的字，朕也知道，但那行字的内容，朕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。石上写的是什么？祖龙死而地分。这6个字，朕看过。陨石送进咸阳宫那夜，朕看完大怒，把东郡方圆100里的百姓全部拘押审问，石头凿碎销毁。可这6个字刻进了朕的脑子，磨不掉。后世的人在史书里读到这6个字，把它翻过来理解。祖龙死而地分，意思是你一死，天下就碎了。所以我们要让祖龙活着，祖龙活着，天下就散不了。这双手灭过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，在天下间画出了第一张统一的版图。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朕，朕就是那条龙。祖皇，不是谥号，不是史书里冷冰冰的始皇帝，不是千年骂名里的暴君，是祖，是龙，是所有后来者回头看的时候，视线的起点。陛下天亮前下了口谕，任何人不得靠近正殿30步。今日没让送膳，连下午也都被挡在了宫门外。前2天还肯让人把石案放在殿门内侧，今天连30步都不让靠近。一个垂死的人，为什么要封殿？巨盖，巨盖，有人在走动。他3天前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。昨天胡亥去市集，他还在榻上半死不活的躺着。今天有人在殿内走来走去，是陛下，还是殿里有别的人？我没有看错，有人在走动。朕这辈子见过无数种死法，但从没见过一个活人意识清醒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段一段被抹掉。陛下，002号沈长清15天后到，陛下一定要做好准备。他带着土豆种子、30斤种薯，够切200来个薯芽，还有完整的种植手册，从选地到育苗到收获，每一步都写了。李湘3号会在沈长清消散之后第15日抵达。我把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的遗憾就一个，没能看到大秦变成后世预想的那个样子。活下去。这篇文章我写了7遍，前6篇全撕了，不是写的不好，是写的不够狠。第7遍，我把所有退路都堵死。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我活了50多年，被夸过无数次。6国的使臣夸我文章好，同僚夸我政务干练，连赵高见了我都堆着笑喊丞相，但从来没有一句让我像今天这样坐在案前整夜翻来覆去的想。最对的几件事之一，他这辈子做对的事是灭6国，是统天下，留下我李斯排得进那个行列。陛下到底在等什么？这就是以命续命。一个24岁的年轻人，2247年的跨度，一条命化作此刻灌进朕体内的每一丝热力。方才殿内好像有光闪了一下，光的颜色，金色。持续多久？只闪了一瞬。殿内有没有声响？任何声都没有。金色的光，正殿里出现了金色的光。陛下抱恙，我不是不知道。
前半句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后半句，恐有变数。变数是谁？李斯自己若要作乱，不会大费周章通知我。陛下身边除了李斯能造成变数的，只有赵高。轻骑南下，走小路，不入驰道，不亮旗号，到沙丘宫外围看一看。是，你叫去做。沙丘宫附近若有异常不妨，有不该出现的暗哨、不对劲的人员调动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在3里外扎营，派人扮成商贩进附近集市打听，什么消息都要。可为何不是陛下派人来，而是李斯？难不成陛下已经被赵高控制住了，所以才不敢打草惊蛇？直到昨夜，这里还躺着一个人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陈瑶是4天前到的，还有15天，第2道裂缝会在某个地方撕开。那个叫沈长清的重地教授会背着30斤阵从没见过的东西摔出来，教阵怎么养活2000万人，然后在15到20天之内，以同样的方式消失。陈瑶现的那股生命力还在渗，呼吸比昨天深了一截，心跳也重了几分，但不能表现出来。在所有人面前，朕仍然是那个躺在榻上的将死之人，这层皮不能揭。是赵高，步子轻，节奏带着试探，走到边缘就停，停了就走。他越来越不安了，朕的状态和他们预测的不一样，让他不安去吧。越不安越急躁，越急躁越容易露出马脚。大意是明日入殿。来吧。正殿的灯天亮前灭了，从今晨到现在没有重新点过。今晨有狼卫听到殿内有轻微的响动，像有人在走路，还有器物搬动的声音，持续了大约1刻钟，然后就安静了。确定是走路的声音。狼卫原话时，听见了脚踩砖面的声响，不止1次，前后走了好几个来回。异光的事查了没有？查了，当时正殿附近无人靠近，殿门和窗户都是关死的，光不是从外面照进去的。从里面发出来的光，殿内走动声，金色异光，封殿30步，气色好转。备好下午且的央药，明日辰时，我亲自去送。臣赵高为陛下送药。帷幔拉开了，上次进来还垂着遮着龙榻内侧的角落，现在纱帘拉到2侧，角落空空荡荡，只有一张铺平的褥面，案面很干净，一方墨砚，2卷空白简牍，墨是干的。夏太医今晨新配的香药，臣亲自送来，请陛下服用。臣让夏太医再加些蜜饯调毕了。心腹说殿内有走动声，有金色的光，可此刻殿里只有一个半死不活的陛下和一碗没喝完的药，榻面平整，银枕居中，只有他躺的那一半有凹陷，另一半平平展展，没有被人碰过。朕昏了几日了？回陛下，自陛下病重至今已有8日。朕梦见了扶苏。梦见了扶苏？陛下为什么要说这句话？是真做了梦，随口一提，还是在暗示什么？陛下身边没有伺候的人，3天来没有任何内侍被允许入殿。那碗水是谁倒的？忘了收，那是昨夜放给陈瑶的水。
赵高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他跨门槛时停了那半息，但一碗水说明不了什么。病人口渴，自己倒碗水喝，天经地义。窗纱上的人影，砖面上的走动声，这碗没收走的水，朕把自己关在店里眼垂死，破绽却一个一个往外露。这样的疏忽，朕不允许有第二次。天黑之前，朕不再理他。梦见扶苏，什么意思？遗诏咬钩了。陛下在这个时候提扶苏，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他在考虑把皇位传给扶苏；第二种，他在试探我的反应。如果是第一种，扶苏远在上地，诏书还没有发出，只要陛下驾崩的足够快。可我总觉得，那扇门后面的人，此刻正睁着眼看着我这个方向。追上去咸阳的那个人，告诉他把州长手里的东西提前备好。药味正常，与之前无异，无异也不喝。时空通道只会开在朕周身5里之内，陈瑶是例外，其余人不会落在朕面前。002号还有14天就到，问题只有一个：14天之后，朕在哪儿？李斯说，南线回咸阳要32天，经大梁至函谷关，銮驾每日行30到40里，10天300到400里。从沙丘到大梁约600里，走不到。10天后，大约在邯郸以南200里上下，江水附近的平原。漳水南岸，平原开阔，村落稀疏，好地方。地势平坦，容易看清周围有没有闲人。村落稀疏，不容易被百姓撞见。但銮驾前后护卫绵延数里，5里之内全是人。沈长清从天上掉下来，落在哪个位置都会被人看到。第10天前后，朕下令銮驾扎营休整，理由是龙体不适。扎营之后以封殿为由，清退方圆100步，再多就会引人怀疑。若扎在河岸边呢？河这一侧是营地，对岸是空旷的荒滩，它落在对岸，就不会有人第一时间发现。可若落在营地这一侧，朕需要一个人替朕去找他，绝对可靠的人，不能是李斯，他太聪明，现在让他碰穿越者的事为时过早；不能是赵高，原因不必说。蒙毅远在关中，回程途中再定人选。这些路朕5次巡营都走过，20年前走过1次的路，朕记得沿途每一道山川的走势，行程不出意外，第10天前后正好走到那附近。表面上看，就是朕不想被人打扰。赵高不会觉得奇怪，朕从到沙丘起就一直在封殿，李斯也不会多想。帝王巡游因病封殿有先例。赵高在廊下交代心腹，封送过来办节话，提前备好。备什么？周商是谁？手册上没有这个名字，陈瑶也没有说过。3种可能：第一种，毒药；第2种，伪造诏书的材料；第3种，某种器物信物，关键时刻用来取信于人。不管哪一种，都指向同一个目的。赵高在为朕驾崩之后的局面做最后的准备。朕不急，鱼已经咬钩，现在朕手里，什么时候收竿，朕说了算。等10天，等那道裂缝再一次撕开。不必行礼，说。1. 銮驾停驻沙丘已逾10日，远超正常行程。2. 正殿30步之内禁止任何人靠近，命令是陛下亲口下的。3. 正殿灯火每夜通宵不灭。4. 赵高与李斯频繁出入偏殿，深夜仍在议事。5. 胡亥入殿市集1次，不到半个时辰。6. 下午则3天不得入殿，近日方才恢复请脉，每次入殿极短。以上诸项皆构成行宫采买杂役之口。7.
数日前的深夜，有一匹快马出了沙丘宫侧门，往西走驰道，速度极快。马上的人穿的是中车府属吏的衣服。中车府属吏，走驰道，沿途驿站换马，昼夜兼程，几日就能进关。照这个脚程，只怕早已过了太行。赵高往咸阳送什么？你回去见到校尉，让他继续留在3里外，不要靠近沙丘宫，不要暴露身份。从沙丘宫出去的信使，不管是谁的人，走哪条路，带什么东西，能劫就劫。大人，劫丞相的人倒也罢了，若是中车居令的人，会不会……我说劫就劫。中车府令管的是皇帝的车马和伏羲文书，没有任何一条律令许他在巡游途中向咸阳发密信，除非他在安排后事。可陛下还活着。兄长台见。帝近日得李斯密信，言陛下龙体恐有变数，帝遣人往沙丘查探，銮驾停驻已逾6日。赵高连夜遣心腹奔咸阳，意图不明。帝以为陛下未必病危，但赵高已在布局。兄长手握北疆30万众，若咸阳有变，凡中车局所出诏书，万不可轻信。凡事以亲见陛下为准，未见陛下手书真意之前，按兵不动。进来。走小路送上郡蒙恬将军帐中，不入驰道，不过任何关隘，20日之内必须送到。沙丘在那个方向，陛下在那个方向，赵高也在那个方向。臣李斯有要事禀报。进来。帷幔拉开着，案面干净，墨是干的。棋盘上的药碗是空的。陛下，南线归城的各项事宜，臣已安排妥当，沿途郡县食宿和护卫轮换全部落实，随时可以动身。韩谭的后勤清单呈上来了吗？回陛下，韩唐言车马粮草的数目尚在核算，明日可呈御前。回陛下，韩谭言车马粮草的数目尚在核算，明日可呈御前。不必了，撤了韩谭，换一人掌管后勤。换掉韩谭，韩谭跟赵高走得近，我早看在眼里。日常事务，他回回先报赵高，再报我这个丞相。可一个躺在榻上的病人，突然要换掉管了多年后勤的人，要么韩唐做了什么被陛下看到了，要么有人告诉了陛下什么。陛下做事从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。臣遵旨，换何人接替？归城的后勤由丞相暂管。让丞相管后勤？丞相是百官之首，粮草车马历来由少府或中车府属吏负责。丞相插手这种杂物，朝堂上会被视为越权。陛下，后勤事务繁杂琐碎，臣恐有疏漏。6国都灭了，管几辆马车还怕出疏漏？臣领旨，后勤清单里记着銮驾所有物资出入和人员配置，掌握了清单，就掌握了整支车队的命脉。赵高安排韩谭管后勤，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截断消息。现在这条通道从他手里转到了李斯手里，赵高知道了会怎么想？他会想朕在削他的根基，他会更急，更急就好。还有那道传位扶苏的诏书仍压在中车部，朕不收。朕一伸手要他，赵高就知道朕醒了。他压在那里，赵高才觉得一切都还攥在他手里。丞相，回城走快一些，朕不想在路上耽搁太久。病入膏肓的人怕颠簸，该走慢一些。选南线就是为了避开太阳山道，走快一些。臣明白。换掉韩谭，后勤交给我，归城走快一些。3道命令，3层意思。
第一层，韩谈不可信；第二层，后勤的控制权要从赵刚手里拿走；第三层，陛下急着回神阳，通知随行后勤官令，从今日起，归城一应粮草车马调度全部移交丞相府统管。韩谈移交完毕后，调去后队管辎重车辆，不必再进中军。这韩谈那边怎么交代？就说是陛下的意思。消息传到赵高耳朵里，用不了多久，他知道了会做什么。这封信交给廷尉冯杰，今夜送出去，走南线官驿，务必赶在銮驾之前到咸阳。总感觉有哪里不对，又说不上来。陛下心里有一个计划，可这个计划究竟在针对谁？咸阳的棋子必须提前稳住。丞相，韩谈那边出事了，他听说要移交后勤，当场就去了偏殿，找赵忠持令。让他去找，这是陛下的旨意。赵高敢拦吗？他不敢，但他会记住是谁接手了后勤，是谁拿走了他好不容易安插进去的棋子。按随行人员的编制和整段行程，口粮应为300上，清单上记录的存粮是420石，多出来的120石去了哪里？中车部令，陛下有口谕。陛下口谕，行宫后勤移交丞相府属人暂理。韩谈调去后队管辖辎重牛马，即刻执行。知道了，退下。韩谈，后勤里我经营了3年的棋子，銮驾所有物资出处的记录，每日膳食由谁采办，狼卫换班的时间，车马草料的调拨，每一笔都从他手里过。这个人被拿掉了，一个将死的人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换掉管后勤的内侍？第一种，他发现了韩谈和我的关系。不对，我与韩谈从无书面来往，指令全是口头传达，中间还隔着一个人，他查不到。第二种，病重疑心加重，对身边所有经手药物的人都不放心，随手换一个。这种可能最大，我跟了他20年，他越虚弱越多疑。当年荆轲行刺之后那半年，他把咸阳宫所有近身侍卫换了一轮，连伙房烧火的都没放过，回光返照，本能的收紧身边，符合他的性子。中车府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把我调去管牛马？是不是丞相那边动了手脚？韩中人莫急，坐下说。3年了，后勤上上下下都是我一手打理的，从没出过差错。陛下为什么突然要换人？陛下病重，心思难免多虑，和你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。那我去管牛马，老老实实的去，不要有任何抵触，不要跟任何人抱怨，见了丞相府的人客客气气，该交的东西一样不少的交出去。听中车部令的。陛下的身子你也看见了，撑不了几天了，等这阵子过去，该回来的都会回来，你只管忍一忍。他撑不过回咸阳的路，韩谈调走就调走，等他咽了气，什么后勤勤不后勤的，都是我一句话的事。陛下，口谕已传达，韩谈已往后队报道。李斯那边呢？丞相已着手接管后勤事务，第一批物资清单正在清点。退下。赵高安排韩谈管后勤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截断消息。他不知道手册附录里写的清清楚楚，韩谈暗网第2节点，掐断他对回城物资的掌控，是回咸阳这盘棋里关键的一步。从今往后，沙丘到咸阳的每一辆车、每一匹马、每一袋粮的去向，都在李斯眼皮底下。赵高的手再也伸不进来了。还有13天，沈长卿就到。行程不出意外，那时銮驾正在漳水附近，镇标下的第一个扎营点。5里之内若是旷野，好找；若在城池附近，人多眼杂。一个凭空出现的外来人，很容易被人盯上。接应的方案得在他到之前做成一套完整的。赵高的步子
你急什么？朕还没回咸阳呢。陛下，归途诏书已拟好，3日后动身，走南线，经大梁至函谷关中，请陛下过夜。没问题，盖印吧。玉玺照旧让中车府捧着，朕若收玺，就是明着告诉他，朕信不过他。余县不能自己先崩断。血坛可写了，印已盖好，臣告退。深红色带血丝，这不是装得出来的。气色好转也罢，殿内走走也罢，金色衣光也罢，在这趟血坛面前都不重要了。陛下可写了，怕是真的撑不了多久了。一切都还在掌控之中，他正在死，猎物自己就要倒下了，我只需要等。赵高进殿之前咬破的位置选在下唇内侧最薄的那片，米粒大的口子，出血量够了，混在喉咙里积的痰液里咳出来，暗红带血丝，像极了丹炉亲信。陈瑶那股生命力还在修复朕的身体，今天2条腿的力气又回来一截，膝盖不再发软。陛下，丞相呈上后勤清单第1份名目，请陛下过目。送进来。车马87乘，驮马142匹，粮草连马料藏草，折粟米900丈，饮水车12辆，随行狼卫600人，前中后3军轮换值守，沿途补给点11处，每处一存3日粮草，邯郸以南约200里。沈长清到的时候，栾架大概就在那附近。告诉丞相，清单无误，照此办理。还有12天，得提前在那个补给点附近安排接应的人手，不能用赵高的人，不能用狼卫里任何可能和他有牵连的人。夏无解，那个被朕吓得3天不敢进殿的太医令，他不是赵高的人，手册上暗网7节点里没有他。当年中科行刺，是他抡起药囊砸向荆轲，这份忠心20年前就验过了。夏无且可以用，但不能让他知道太多，只需要他在该到的时辰，走到该去的地方，做一件简单的事。某一天的傍晚，以采药为由，独自去营地5里外的荒地转一圈。若碰到一个衣着古怪、满身是血的陌生人，把他带回来，交给朕。不需要问为什么，不需要知道那个人是谁。沙丘宫戒备再度收紧，外围狼卫增至双倍，换班从每4个时辰一次改为每2个时辰一次。即是传言，栾架不日拔营，走南线归返，其余诸项与前报相合。第一种可能，陛下已经驾崩，赵高密不发丧，所以才要拔营回咸阳，扶救夺位。第二种，陛下重病还活着，赵高趁机布局。第三种，陛下有自己的安排，故意封殿，可能不大，但不敢排除。我跟了他将近20年，见过他在所有人以为大势已去的时候翻盘。封殿30步，太医都拦在外面。若陛下真的不行了，这道命令是赵高假传的，还是陛下自己下的？李斯说话从来滴水不漏，可他那封信里用了一个恐字，说明他自己也拿不准。李斯是把自身利益和陛下绑死的人，他不会平白无故给我通风报信，除非他觉得赵高可能要干一件连他都兜不住的事儿。来人，传舟车。属下舟车，见过大人。带300人，今夜出发，轻装简行，走小路，不入驰道，不亮旗号，不穿甲胄，秘密随我去迎陛下栾架。迎栾架？栾架拔营即止，走南线经邯郸过大梁至函谷关。我们从关中沿南线东进，在这个位置和栾架相向而行。10日左右可以碰上。
差不多。到了之后，我以素职为由，请求面见陛下。你带人在外围扎营，不进栾家的护卫圈，但周围3里之内的动静，全部给我盯死。大人是担心有人对陛下不利。备马，300人全部起兵，每人带5日干粮，多余的东西一律不带。周彻，属下在。路上如果遇到从沙抽方向来的信使，不管是谁的人，带的是什么东西，拦下来看一眼，看完原样放走，不扣人，不声张，内容记下来，报给我。是。不管陛下是死是活，我都要亲眼去看一看。陛下若在，此行就是规规矩矩的述职请安；陛下若不在了，赵高想做什么手脚，我手里这300人就是扎进他喉咙里的一根刺。兄长在上郡握30万大军未动，弟在关中领300亲兵南下。若陛下安在，此行不过述职请安。若有变故，弟当以死报陛下知遇之恩。归城的事都办妥了，密令草稿压在竹简底下，后勤清单在李斯手里。韩谈去了后队，补给点也对过数，事儿都办完了，就是睡不着。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弟，逼退亲爹，下手够狠。登基之后，却成了后世认定的千古明君。贞观之治，靠的是纳谏、用人、轻徭薄赋。纳谏，朕这辈子杀过不少进谏的人，有些确实该死，有些现在回头想，也不用非死不可。扶苏替方氏求情那次，朕发了通脾气，把大儿子打发去了上郡。假如那天他劝谏的是某条不合理的政令呢？怒气上来，恐怕连真话也一起撅回去了。用人，唐太宗李世民，李世用魏征，用了一个当年劝旧主杀他的人，把仇人留下用着，一个敢在旧主子跟前说真话的人，换了主子一样敢说。李斯按陈瑶的说法，他后来跟着桀赵，是为了保自己的位子。不过现在这步棋还没走到那儿，这个人还能拽回来。回咸阳查实赋税，每亩地收上来的跟大秦律令定的差了多少？粮食多打是根本，但土豆种开之前，得先把现在的赋税烂账摸个底。上头定的税是一本账，郡守县令收上来是另一本账，多出来的去了哪儿？百姓到底被刮走多少？连底下怎么摊的都不清楚，减税就是句空话。与李斯重议徭役，服役年限能否缩短，或者以工代役？长城、迟到、灵渠、阿房宫，项项都在拿人命填。大泽乡造反是因为走投无路，一去3年的役，若减到1年呢？这话提出来，朝堂上肯定有人跳出来喊动摇大秦根基。可大秦的根基是什么？几条律法，几10万兵，还是咸阳宫里发话的朕？陈瑶说，大秦2世而亡，大秦亡是因为天下人不认这个国。派人去沛县暗查刘邦和他身边的底细。一刀杀了容易，以后还会出好几个刘邦。得先弄明白这号人整日在干什么，身边有些什么人，沛县的地头蛇怎么来往，当地百姓对大秦是个什么想头，六国救人的心思又是怎么串起来的？
摸清这些，比砍一个脑袋有用。明天拔营，这根柱子就留在这儿了，没人知道上面刻着什么，没人知道这屋里曾有个年轻人从2000年后跌跌撞撞跑过来，跪在青砖上磕出满头血，喊朕始皇帝陛下。明日就离了沙丘。陈瑶，你说的每句话，朕都记在心里了。交代的每件事，朕会一件一件去办。你的人，朕接了；你的命，朕收了。朕不会让你白死。陛下，丞相请示，何时拔营？1刻钟后。有的紧张，有的困惑，有的什么情绪都没有。每一张脸，朕都记下了。南线第1段，沙丘到邯郸120里，走3天。邯郸，朕在那里出生，在那里过了最屈辱的童年。陛下的车里可有动静？没有，帘子放下之后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文亮车是回程路上最安全的堡垒，四面帷幕挡住所有视线，门帘从里面系死，谁也进不来。9天后沈长清到的时候，这辆车就是藏人的最佳位置，让夏无且在营地5里外接到人，趁夜带回，从后窗塞进来。前提是，那之前车周围5步之内不能有赵高的眼线。5天来吃的最多的一顿。那辆车里的人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？必须在到咸阳之前弄清楚。陛下口谕：挽粮车10步之内不许任何人停留，膳食送到车门帘下便退走。密令里写的是100步，现在先只清10步，往后每一站再一点一点往外扩，让赵高看着朕，一天比一天怕人靠近。车内没有灯火，没有声响。膳食呢？素粥喝了半碗，肉脯没动。比在沙丘宫吃的还少。一个人吃的越来越少，只有2种可能：身体在恢复，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了；或者身体在衰竭，连吃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倾向后者，继续盯着，吃了多少，喝了多少，碗里剩了什么，一样一样记下来。归程第3日，进食锐减。昨晚3块肉饼，体力已经够了。从今天起，逐步减食，让赵高的人从食盘里读出一个纯死之人该有的样子。一天比一天吃得少。晚上没人的时候再吃。邯郸城东20里，地势平坦，有河道1条，河面不宽，可涉渡。陛下，丞相有事禀报。陛下，丞相有事禀报。让他我到车门口说。陛下，后勤清单臣已全部核对完毕，有一处不对，粮草的总数与车马数不匹配。按随行600人的编制和南线32日的行程，口粮应为300担，但邯郸移交的清单上存粮是420担，多出来的120担。是，臣调了邯郸经手的全部出入记录，逐笔核对。
这120单是在沙丘驻留的第3天入的账，调拨来源写的是邯郸郡仓，但邯郸郡守那边没有接到过任何调粮的公文。没有公文的粮草多出120勺，够300人吃12天。赵高的暗网7个节点加外围散手，撑死50人。那这批粮是给别人准备的。什么人需要在栾架回城途中被额外供养？如果赵高在沿途某处安排了一支人手接应，这批粮就是给那帮人的。这批粮草现在在哪儿？在后队的辎重车上，韩唐调走之后没人动过，臣今天清点时发现的。查一查，韩谭在沙丘驻留期间有没有派人出过营地？臣已经在查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韩谭被调去管牛马之后，今天独自进了邯郸城，去了哪里？东市的一间铁匠铺。铁匠铺，一个被调去管牛马的宦官，从后队跑到邯郸东市的铁匠铺买刀、取东西、接头。赵高前几天说过一句话，把周昭手里的东西提前备好。周昭在咸阳，可若赵高在沿途也布了接应点，这间铁匠铺就是其中之一。盯住韩谭，让你的人跟着他，不要打草惊蛇。他接触了什么人，拿了什么东西，一样一样记下来。臣明白。陛下，臣有一个猜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说。韩谭被调走之后，没有老实待在后队，反而冒险进城，说明他在执行一道比管牛马更重要的命令。这道命令不是陛下下的，能在陛下身边给下属下命令的人，只有一个。丞相，朕记得你当年从荀子那里学完西入秦关的路上走了多久？这个问题太突兀了，陛下为什么在这时候问这种事？3个月。3个月走到咸阳，又等了3年，才等到一个上书的机会。那3年，你住在东市木匠铺的阁楼上，白天排队递帖子，晚上就着油灯写文章。陛下连我住在哪里都记得。朕当年看完你那篇谏逐客书，只用了1个晚上就做了决定，留你。朕用1个晚上做的决定，到今天20年了，朕没有后悔过。韩唐的事你继续查，查到什么直接报给朕，不必经过任何人。那间铁匠铺，今夜派人去看看，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臣领旨，留给李斯今夜查明的结果。这几辆车往左挪一挪，不要挡了后面的路。你倒是沉得住气。铺主姓齐，邯郸本地人，东市开了6年铁器铺，做农具和车轴的买卖。但铺子后面有个深院，院里还有一扇门，门后是窑洞改的库房，挂着大锁。院墙角新搭了草棚，拴着2匹马。铁匠铺拴驼马正常，可那2匹是快马。铺子的地契税籍3年前变更过一次，多了一个出资人郑勋。中车府书吏，管内部账目核算。3年前，中车府向少府申请修栾架的木料，账目走的就是他的手，多报了2成。当时没在意，满朝的采买都虚报2成。可现在回头看，郑勋多报的那2成去了哪里？韩谭今日午后进铁匠铺后堂，停留约半个时辰。出来时，左手袖中鼓起一个硬物，
形状方正，约2寸见方。寒潭、铁匠铺、郑勋、中车府，这条线串起来指向一件事：赵高在邯郸有落脚点，那铺子根本不是铸铁的地方。寒潭取走的2寸硬物是什么？铜印、信物，或者一小块稀泥。若是细泥，事情就复杂了。玉玺归赵高管，若他提前制了一批盖好玉玺印镜的空白封条，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伪造一道诏书的封件。收信人拆开封章，看见玉玺印记，谁敢质疑？必须在回咸阳之前弄清楚。但我不能搜韩谈的身，他名义上还是中车府属役，除非陛下下令。记下了。明日辰时送膳食的时候，把这个塞在食盒底部的夹层里，送进挽鸾车。120担粮草，邯郸铁匠铺，韩唐袖中的硬物，赵高深夜派往咸阳的信使，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画面越来越清楚了。等天亮，天亮后的第一件事，我要亲自去看看那间库房里藏着什么。李斯散步那一圈，朕听见了。从行帐出发，沿营地边缘走了一整圈，在后队辎重车附近放慢了速度，然后折返。他在查，不用朕催，不用朕暗示，他自己动手了。这把刀果然好用。暗格里的东西不能丢，2本书，一套军装，一卷火种录，那是陈瑶用命换来的，全部家当。还有6天。韩谈入铁匠铺后庭，取硬物1件，形方约2寸。铁匠铺辞资人中车部书吏郑勋，铺后库房锁壁有快马2匹。2寸见方的硬物，若是铜印，是取信沿途暗装的身份凭证；若是空白的稀泥封条，事情就严重得多，得在韩谈把那东西用出去之前截住，但不是现在。烂到骨头里了。6国灭了11年，邯郸是赵国旧都，驻军不足3000，城防松弛至此。若有人在这里举事，城门都不用攻，走进来就是。郡守治军无方，回沈阳后需换人。陛下，邯郸郡守遣人在前方驰道边设了行盐，备了膳食热汤，请陛下停车休息。不停了，赶路。邯郸，朕在这座城里出生，母亲带着年幼的朕住在冷巷深处。一个秦国质子和他的母亲，日子过得连庶民都不如。邯郸的冬天冷得能冻裂石头。母亲把仅有的一床被裹在朕身上，自己缩在角落，嘴唇冻得发紫。巷口那群孩子追着朕扔石子，朕跑不过他们，石子砸在背上闷响，朕咬着牙不吭声。那时候朕想，总有一天朕会回来。朕回来了。23年前，带着60万大军，
赵国投降那天，朕站在邯郸城头，风很大。朕没有笑，只是把记忆里那条冷巷找了出来，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。巷子还是那条巷子，房子已经换了主人。今天朕又路过了。陛下，臣有事禀报。说。今晨臣派人回去撬开了那间库房，里面有2口木箱，第1口装的是铜器，大小铜柄36枚，每枚约半斤重。第2口箱子里是绢帛4匹，是中车主专用的诏书用帛。大秦的正式诏书2种载体，竹简用于日常政令，鸠帛用于最高规格的诏命，册封太子，传位遗诏。赵高在邯郸藏了4匹诏书用帛。箱子里还有别的吗？有一小块黄泥，方形，约2寸见方，表面光滑，没有任何印记。空白印泥坯，韩谭昨天取走的那块就是从这里拿的，用途只有一个，套印，在玉玺上偷偷压一个印模出来，就能无限复制玉玺的印记。真玺他只能捧着，朕一咽气，玺就得当众交出去。有了印模，往后他想发多少道诏书就发多少道。赵高把伪造遗诏的材料分散藏在了沿途，他不是在等朕死，他是在确保朕死的那一刻，他能在最短时间内拿齐所有材料，当场伪造一道遗诏。这件事，丞相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臣打算把箱子原样封回库房，锁重新锁好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韩谭手里那块印泥坯，找个机会拿回来。怎么拿？他不是管牛马吗？后队的辎重车这2日也该清点了吧？臣遵旨。漳水北岸，河面可涉渡，南岸是大片荒滩，无村落无人烟。朕标注的那个扎营点，就在这条河的下游，再走3、4日就到。沈长卿应该落在5里之内。下午且，明天要叫过来了。交代给他的话不能多。某一天的傍晚，以采药为名，独自外出5里，碰到一个穿着古怪的陌生人，不要惊慌，把人带回来。他会照办吗？那还用想吗？这个声音偏哑带狗，赵高的心腹之一，沙丘宫里听过。营地西侧出去，沿池道3里，是最近的驿站。赵高又在送信，这是朕亲耳听到的第2封。第1封还在沙丘的时候，深夜送出，收信人咸阳中车府周章。他在加速，他可能已经意识到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在回到咸阳之前完成所有准备。陛下今日进了多少膳食？苏州半碗，肉脯未动。账朕替他记得很齐。赵高的人记下的数目，一天少过一天。陈瑶临走前提过的那一页，后续的续命方案，当时事太多，扫了一眼就合上了。回原药剂续命5年，只是应急。后续穿越者中008号携带的基因修复液，才是根本方案。从根源修复被单杀损伤的身体，恢复到壮年水平，配合献祭的生命能量，理论上可以多活30到50年。朕今年50，再活30年，朕能活到80，再活50年，100岁，够了，够朕把长城修完，够朕把直道铺到天涯海角，够朕把土豆种遍天下每一寸土地，够朕把那本书上写的屈辱从根子上掐灭。周章认得我的笔记，认了12年。丞相，人手安排好了，马厩那边也动了手脚。做干净点儿，东西拿到手立刻撤，不要留任何痕迹。若是他发觉了，不用管，他
绝不敢声张。我一个管凌驾后勤的中车府红人，郡守见了都客客气气，现在倒好，被一道口谕打发到这里吃灰，清点这些满身腥臊的牲口。不敢有怨言，左袖里这块东西，赵高交代过，比我的命都重要。都快点儿！磨磨蹭蹭的，误了拔营的时辰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？拦住！快拦住！有人受惊了，属下万死！哪儿来的疯马？查！给我往死里查！掉了，还是被那个扑过来的人拿走了？若是掉了，被人捡到交上去，查出是空白印泥批，是诛九族的死罪。若是被人拿走了，谁会知道我身上藏着这个东西？不敢，这东西见不得光。敢大张旗鼓的搜，丞相府的人马上介入查问，拔出萝卜带出泥。赵高不会保我，赵高会活剥了我！大小和陛下随身的玉玺分毫不差。赵高好大的胆子，往玉玺上轻轻一按，拓出一个印模，以后想发多少诏书就能发多少。家传圣旨，操纵朝纲，全在这2寸泥坯里。陛下，东西拿到了。他声张了吗？没有，吃了哑巴亏。收好，那是催命的符。陛下在车里连面都没露，却把赵高的心思算得死死的。臣明白。中车府令，后队刚才出了点乱子，2匹马受惊，差点撞了韩中人。人没事吧？人没事，摔了一跤，受了点惊吓。让他机灵点儿。丞相接管后勤，正愁找不到错处治他，让他把嘴闭严实了，别惹事。弄。进食锐减，咳嗽见血，韩谭人在后队，东西已经取出来了，随时可以用。咸阳的信送出去了，周昭很快会把东西备齐。李斯查后勤，那120吨粮草，就算查到邯郸郡仓没有调令，也只会当是下面的人逢迎拍马，私下多备的。一切都在按我的计划走。只要嬴政死在回咸阳的路上，这大清的天下就是我赵高说了算。大人，马快不行了，必须歇半个时辰。距离栾家不足100里了，换马，吃干粮，喝水，半个时辰后继续追。大人，100里之距，明夜便可摸到栾家外围，但若遇上外围狼卫盘问，如何应对？当我面君者，按谋逆论。距栾家不足100里，李斯那8个字烫在胸口，陛下龙体恐有变数。我跟了陛下20年，当年荆轲图穷匕现，我就在殿外。陛下若是出了事，这天下就塌了。赵高算什么东西？一个靠谄媚上位的奴才，他若敢在这时候动歪心思，敢假传半个字的圣旨，周车，属下在。若见到了陛下，但陛下被赵高所挟，杀穿栾架，剁了赵高。那团金光记载了数日，终于爆发了。痛，骨头一寸寸碎裂又重新愈合的痛，痛过之后是麻，然后是无穷无尽的力量。胸腔开阔，气息绵长，这具身体回到了朕30岁那年横扫6国、气吞万里的状态。几天前，朕连拔剑的力气都没有，现在朕能徒手捏碎耳杯，但还不能走出去。赵高的网谋收，伪造的材料没有全漏，要忍，
把这具巅峰的身体重新套进那张晕死的皮囊里，只为回到咸阳的那一天，雷霆一击，砸碎所有暗中作祟的鬼魅魍魉。单独清了9成9，方才金光把毒一寸一寸往外赶的时候，毒走的每一条路，朕都清楚楚地受着。最后一丝残渣，朕刻意留着，顺着他来时的路，赶进左手腕的寸关尺，太医把脉的地方，锁死。强健的脉，就变成了油尽灯枯的死脉。传太医令下无且。我不想来，真的不想来。陛下疯癫多日，连药都不喝了，这时候传我，不是交代后事，就是要我陪葬。方才在后队熬药，听到传唤，手一抖，差点把药罐砸了。这一路走来，赵高的人在看我，丞相的人也在看我，每走一步都像在往鬼门关里迈。进。把脉。没有错，脉象微弱到了极点，时而停顿，时而弱的几乎摸不到。这是死人的脉，这是回光返照之后脏腑彻底衰竭的死脉。下无且，朕的脉怎么了？行医30余年，这种脉象我只在一种人身上见过，临终，真正的临终。可前几天陛下的脉分明是沉稳有力的，我明白了，那是回光返照。临终前忽然精神大振，脉象短暂恢复，能下床，能走路，能说话。旁人以为病好了，3、5天后人就没了，全对上了。疯癫、走动声、坐起来说话，全是回光返照。现在回光返照过去了，真正的死亡正在降临。朕的脉怎么了？我伺候了陛下27年，见过陛下暴怒时一剑图劈断案脊，见过陛下起码3天3夜不下鞍。那个人是铁打的，那个人不可能死。说话。陛下，脉象沉微欲绝，心脉兼得，恐怕是什么？臣无能。下无且，臣在。朕问你一件事，你如实回答。朕还有几日？3日，至多3日。朕知道了。你出去之后不要声张，但赵高那边让他知道，不要声张，却让赵高知道。这2句话放在一起，你是太医令，怎么让他知道？你自己想办法。朕只要一个结果，赵高必须知道。朕活不过3天，但这件事不能是你主动去告诉他的，不能主动去说，但要让他知道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让赵高自己来问。我只需要在被问的时候露出一个太医知道皇帝将死时该有的样子。我不需要演，因为我是真的绝望。臣明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后日阮家会在漳水下游扎营，扎营之后，你以采药为名，独自出营，往南过河，去5里外的荒滩。陛下，荒滩上无药可采。若碰到受伤的陌生人，不管他穿什么衣服，说什么话，把人带回来交给朕，不许看，不许问，不许对任何人提起。办好了这件事，你全家免罪。夏无且从往常车里出来的时候，脸色煞白，走路都走不稳。回帐之后，把门帘系死了。里面传出摔药瓶子的声响。夏太医，太医令方才去给陛下请过脉了，陛下龙体如何？不要声张，但让他知道，不能主动说。他在问我，这就不是我主动说的。中车夫令，备后事吧。太医令的意思是，毒入心脉，脉象沉微欲绝，时断时续。这几日脉象平稳如常，其实是回光返照。臣当时没看出来，臣该死。还有多久？至多3日。太医令辛苦了，这件事不要对旁人提起，陛下的体面要紧。3天
至多3天。到那时，遗诏在我手里，胡亥在我手里，方志玉妻不在手里，无伤大雅了。但还差一步，李斯他是左丞相，百官之首，他的态度决定朝堂的走向。他不配合，我就算拿出遗诏也镇不住所有人，必须在嬴政咽口之前把李斯拉上这条船。今夜访李斯。中车夫令深夜造访，有何贵干？丞相，我有一件事想同你谈。说。夏无且今天给陛下请了脉。我知道。丞相知道脉象如何？中车务官想说什么，直说便是。陛下撑不过3天了。你确定？夏无且亲口说的，脉象沉微欲绝，至多3日。前几天的好转是回光返照，丞相应当比我更清楚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丞相，陛下若崩于途中，你我要面对的局面，丞相想过没有？扶苏在上郡手握蒙恬的30万大军，陛下若留了遗诏，传位扶苏，扶苏回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扶苏素来推诚儒学，反对陛下的律法之道，他即位一定会废除陛下大半的政令，重用那些方师和儒生。丞相，陛下的法令是你一手起草的，郡县制、书同文、车同轨、统一度量衡，哪一条不是你李斯的手笔？扶苏一旦改弦更张，废了这些法令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留你还是杀你？但如果即位的不是扶苏呢？胡亥公子温厚仁善，对丞相素来敬重。胡亥若即位，一切法令照旧，丞相的地位非但不会动摇，反而更上一层。因为胡亥听我的。丞相，你继续说。他松口了，只需要丞相点一个头，一道遗诏就能从那辆玩转车里发出去，赐死扶桑，立胡亥为帝，天下太平，你我各得其所。棋盘上所有的子都摆好了，只差李斯这一刻。中车顾院方才说的这些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丞相既然听见了，我还需要想一想。想一想。陛下还没驾崩，3天之内的事情，谁说得准呢？丞相是在推脱。我是在慎重。中车局管的好意我记下了，容我再想一夜。丞相不要想太久，3天很快的。跟了陛下20年，朝堂上每一次奏对，我散朝后都能一字不差的复述。他说了多少字，这上面就有多少字。桩桩件件条条都是谋逆。赵高觉得自己赢了，我觉得他蠢透了。一个人把所有底牌摊给另一个人看，还觉得对方会跟他一条道走到黑。他不了解我，他以为我和他一样，为了权位可以抛弃一切。可我这辈子追逐的不是权位，是名。我要的是千秋万代之后，天下人提起大秦律法，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是李斯。跟着陛下留名青史，跟着赵高遗臭万年。再有2日，就是沈长卿该到的日子。漳水南岸的荒滩，不到半天的路程。沈长卿，你千万要来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动静消失了，要么是过路的野兽，要么是少尉听差了，不在这上面耗心思。明天才是关键。夏无且那边昨日请脉时已经交代过了，他没有追问为什么，他连追问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但他会照办。免什么罪，他不知道，但帝王说免罪，就意味着有罪可免。这句话比任何威胁都管用。力量一天比一天沉，但脉依旧是死人的脉。这层皮回咸阳之前不能揭。禀丞相，车队沿长水又行了3日，前方下游北岸有一片开阔河滩，地势平坦，隔河正对南岸荒滩，适宜扎营。就是这里，就在这里扎营。陛下口谕，
违粮车100步之内不许任何人停留，违令者斩！100步之内不许任何人停留，违令者斩！100步，一个将死之人，今日把所有人推到100步之外，临终，真正的临终之前，他不愿让任何人看到自己最后的样子。这个人的骄傲，我太清楚了，宁可站着死，不肯跪着活。从封殿30步到如今的100步，是不想被人看见死的那一瞬。不用管他，让他安安静静的去。大人，前方200步又出现一个新暗哨，2个人依旧不是栾家狼卫的编制，和昨夜一样。对，狼卫直哨是标准站姿，面朝外，间距固定。这2个人蹲在草丛里，面朝营地。狼卫面朝外是防外来的威胁，这2个人面朝营地是在监视营地内部。又是赵高的人，借着防盗匪的名头，盯在营外的眼睛，拔掉，像昨夜那样，活口不留。我不知道陛下是死是活。李斯的信上只有8个字：陛下龙体恐有变数。我的命是陛下给的，陛下若在，我护驾；陛下若不在了，我要亲眼看到遗体。不是赵高说一句驾崩，我就信的。干净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周驰，你带人守在这里，今夜我必须1个人进去。大人，昨夜差点被发现。1个人，目标最小。营地狼卫600人，今日大营换位，我从南面河道摸进去，走暗处，直接到挽卫车跟前。剑你替我拿着，我空手进去。大人，带着剑进栾家禁区，被狼卫发现，直接当刺客砍了。空手进去，就算被拦下，我报上名号，没人敢动我。这绝不是夏无极的脚步。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这个声音虽然虚弱，吐字极稳。我跟了陛下20年，闭着眼都认得出来。活着，陛下活着。陛下，臣蒙毅。我从关中一路追来，2天2夜没合眼，满脑子都是陛下被赵高所挟，陛下奄奄一息，陛下可能已经驾崩。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我甚至做好了杀穿栾家的准备。我没做好这个准备。陛下，臣以为……你以为朕死了？起来！你怎么来的？李斯8字密信，陛下龙体恐有变数。臣2遣校尉探沙丘，至栾家停驻于6日。赵高连夜遣人奔咸阳，臣领300轻骑出关中，必迟到，走小路，尾随栾家至此。李斯给你写了信，8个字：陛下龙体恐有变数。李斯比朕预想的更早下了注，手鼠两端了几天，最终还是选了正确的一边。你带了多少人？300，全是轻骑，在5里外山坳里隐蔽，人不下马，不生火，不亮旗号。300人，朕原本的方案里只有夏无锡一个文弱太医独自出营，万一沈长枪落地时受了重伤走不了，他扛不回来。万一赵高的暗哨正好布在那个方向，他连躲都躲不过去。现在蒙毅带来了300把刀，300人把5里封死，夏无且在里面找人，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赵高的暗哨进不来，栾家的狼卫看不到，5里之内只有朕的人。陛下，赵高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，臣请命即刻拿下赵高。赵高的事不急，他不过是一条案板上的鱼，什么时候杀，怎么杀，朕心里有数。朕有一件比赵高更要紧的事，原本朕手里没有兵，只安排了夏无且一个人出营去办。他一个太医，朕不放心，但没有别的选择。你来了就不一样了。蒙毅，朕接下来说的话，你此生不得对第2个人提起，包括你兄长蒙腾。陛下尽管吩咐，臣万死不辞。你的300人，明日天亮之前全部散到营地外围，以朕这辆挽旅车为圆心，5里之内给朕封死，
所有方向、所有道路，不许任何闲杂人等进出。夏无且会从营地出发往外走，让他进出自由，不要拦。其余人，不管是赵高的暗哨，还是过路的行商，一律挡在外面。陛下，到底在接什么人？明日黄昏前后，会有一个人凭空出现在镇周围5里之内，哪个方向不确定，什么位置不确定，可能在旷野上，可能在河滩边，也可能就在营地旁边。夏无且出营去找，你的人在外围封锁，谁先碰到，谁就把人带回来，交给朕。若他直接落在营中，落在赵高的人眼皮底下呢？那就靠你的刀，快过所有人的眼睛。陛下，什么叫凭空出现？他带着的东西，能让大秦30万大军永远不再挨饿。回城路上，听闻朕龙体不适，星夜赶回来侍奉。天经地义。来问都是这一句，不要多说，不要少说。是，赵高一定会拦你，你不用跟他废话，朕的口谕会替你挡掉一切。大人，怎么样？陛下安好。传令下去，全体换装，甲胄收起来，穿商贩的衣裳，5里之内全部散出去，每2人一组，间距100步，不许进，也不许出。遇到赵高的暗哨，活捉，堵嘴绑起来。蒙上卿，上卿留步，上卿留步！营地有令，未经中军核准，不得入。蒙上卿，怎么到了这里？上卿不是奉旨去祈祷山川了吗？祈祷已毕，臣闻陛下龙体抱恙，星夜赶回侍奉。上卿忠心可见，但陛下封殿静养100步之内，不许任何人。我不是任何人。陛下口谕，让蒙毅进来。臣蒙毅奉命祈祷山川已毕，星夜赶怀，恭请陛下圣安。起来，蒙毅。臣在。朕近日身体不适，心中不安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留在朕身边。100步之内的护卫，从今日起归你统管。100步后卫权原由郎中令属官调配，赵高在里面至少安插了2个人，我接管，那2个人就废了。臣遵旨。中车夫君，蒙毅来了，这不用管他，死期就在眼前了。等陛下一断气，蒙毅手里的护卫权就是一坨废铜，翻不起了。那营外那几个哨点，昨夜岂没了回信？蒙毅在清外围撞上了而已，人全部收回来。这个节骨眼儿，别去撞他的刀丫。陛下有令，今日傍晚你去营外采药，往南走，过河到对面荒滩上去，碰到什么人别慌，带回来。只等陛下口中那道裂缝撕开。